聚焦国际热点，剖析军事装备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麻烦您点赞订阅。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：003航母已经过时，005型、006型已呼之欲出。冷知识：中国海军舰艇比美国多近60艘，美海军被逼疯，中国人太狂了。海上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最重要的支撑，没有之一。当今世界能真正拥有绝对海上话语权的国家只有一个，美国。其海军可以到处溜达，展示武力，耀武扬威。俄罗斯虽然强悍，但力不从心。除了最近新入役的几艘亚森级、北德文斯克级核潜艇能与美国扛一扛外，在航母、大型水面、驱逐舰等方面与美国相去甚远。英国虽有航母，但其2艘新航母与美国即将退役的尼米兹级都相差不少，其核潜艇至今还没更新。现有的前辈级战略潜艇完全依靠美国的3x2，水面舰只有45型，还有点实力，但与伯克级、055级都有不小的差距。当老美的小跟班还是可以的，要自行宣扬实力，只有能等以后再出一个克伦威尔式的人物才有可能。法国一直以自力更生为主，力求拖出美国的影响力。其自戴高乐号时代以来，一直倡导自强，而不是像英国一样依附于美国。历经数十年的发展，其海军综合实力较强，可以说是仅次于美国的主。其水面、水下战斗力量发展均衡，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。水面战斗舰中，戴高乐号航母是世界上除美国外唯一的核航母，排水量虽只有4万吨，舰载机却达到40架，而且阵风 M 舰载战斗机与 FA-18E 相当，甚至还略有优势。其航程、机动性都超过 FA-18E， 而 E 面积却大小于大黄蜂，机翼都无需折叠，设计相当优秀。这也是4万吨的戴高乐能载40架舰载战斗机的最主要原因。其地平线级驱逐舰战力比英国45型要略有胜出，足可护卫航母战斗群。其水下核力量凯旋级战略核潜艇，无论从静音水平、机动性、先进程度、战略导弹能力各方面，均仅次于美国的最新型哥伦比亚级导弹核潜艇。其新开发的梭鱼级攻击核潜艇虽然排水量较小，但机动性、静音性、攻击能力均仅次于美国最新型的弗吉利亚级。因此，法国海军可以说居世界第2，大超过俄罗斯的综合实力。虽然其海军主力舰艇数量不多，但以法国的国家实力，在战时完全以全速生产，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大型战争需求。法国通过戴高乐号的设计及建造，航母水平发展到了世界仅次于美国的水平。除老美外，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能做到。其新设计的核航母先进程度超出绝大部分人的想象，因此不能以管窥豹，而要看长远。何况任何一件新型装备都有不完善的地方，法国如此，我们亦然，连老美经验这么丰富都照样不能例外。到了印度还不在讨论之列，忽略不计。航母作为海军有史以来最复杂的装备，其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，无论是工业实力、科技水平还是经济实力，都缺一不可。其作为海上移动作战平台，是任何其他装备都无法替代的。其可以让一个国家在1万海里甚至更远的地方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，打一场中等以上规模的常规战争。大型驱逐舰作为海面攻击和防护能力最强的装备，是航母最佳守护者。有了驱逐舰的守护，航母才能完成其作战任务。而核潜艇作为水下最致命的攻击武器，可以悄悄地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起攻击。导弹核潜艇作为水下战略导弹的载体，其攻击的隐蔽性和难以追踪的特点，让其成为战略导弹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投放平台。攻击核潜艇由于其具备极佳的隐蔽性、超长的航程和自持力，攻击收放自如，却让防御极其困难。最明显的例子，尽管俄罗斯已远不如昔，由于其新型核潜艇的威力所在，让西方各国都不敢对其过于造次。我国海军积弱积贫近100年，落后世界先进海军达数十年，在最近20年才开始补足课。如今我们水面装备已居世界先进行列，特别是003型航母的出现，让我们在水面装备上一下跃居世界第2，超过法国，仅次于美国。我们的055型驱逐舰是世界最先进的大型驱逐舰之一，与美国 DDJ-1000各有千秋，已经与其他国家拉开了一长段距离。我们的003型虽然还在船台上，但最多2年即会入役。届时，除动力系统外，003型已远超法、英、
等国航母的水平，仅次于美国。可以说，我们的水面装备技术水平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存在了。目前唯一的短板在核潜艇，我们的094、093均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小的距离，而096、095至今还未见音讯。因此，我们要有足够的话语权，必须把最后一个短板给补齐，才能有的放矢。海上话语权，航母加核潜艇加驱逐舰，三者缺一不可。任何时代都是实力决定一切。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建造舰艇、战机和其他武器，还包括了在维修、后勤、人员素质、教育和训练以及演习方面的改进。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中国海军目前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弱点，这些缺陷包括反潜能力不足、远程情报获取能力有限、联合作战能力不足、人员素质不足、缺乏实战经验和行动经验等。但中国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点。对于中国的海军力量现代化的目的，报告认为，首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台海潜在冲突，成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绝力量的一部分，阻止美国干涉在台海或其他中国近海地区的潜在冲突。报告渲染称，中国已经在南海和西太平洋获得了优势，美国海军需要通过研发技术、改变舰队结构、提高战备能力和研发新技术武器来应对中国海军。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海军崛起，美国海军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。这些行动包括美国海军将大部分兵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部署，将性能最强新舰艇和战机以及最优秀的士兵派往太平洋，在印太地区维持或增加一般存在行动、训练和演习，以及与印度、太平洋盟友和其他海军合作，扩张美国海军的规模，启动、增加或加速开发新军事技术和装备新舰艇、飞机、无人驾驶舰船和武器的众多项目，开始研究新的作战概念来对抗中国等等。过完国庆，已安装建岛的003航母，如果年内不能下水，也必然会在2022年下水。从辽宁舰服役到003航母下水，10年磨一剑，人民海军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航母。我知道有人会立马跳出来说还没有核动力航母，数量也和美军相差太多。小兄弟想说的是不尽然，人民海军10年内的战略目标还是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保障海外利益。预测最核心的指标只有2个，即可能多、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和时间节点。具体指标就是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。别看美军11艘核动力航母数量这么多，但常年可供部署的航母只有3到4艘，数量多但不能执行任务，除了放着当摆设，只剩心理安慰了。美海军就经常用2栖攻击舰带垂直起降的 F-35B 替代出勤率极低的核动力航母，而90年代常规动力航母出勤率高得多。回顾过去10年3艘航母的发展历程，也是标准小步快跑。2012年服役的辽宁舰是苏联海军的瓦良格号改装，2019年服役的山东舰是复刻辽宁舰，也算掌握了国产航母的设计和建造流程。而即将下水的003型航母则是标准的美式风格，吨位大概介于小鹰级和尼米兹级之间，常规动力电磁弹射，战斗力肯定高小鹰级一档。10年磨一剑，人民海军至此也差不多掌握了建造现代航母的能力。我们来看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一个核心指标，尽可能多、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。以美海军的标准，除了不是核动力，003型航母的战斗力还是很均衡，但可能还不够先进。在小步快跑吃透了003型电磁弹射航母后，很有可能会有一款对标尼米兹级的9到10万吨级常规弹射航母，我暂且称之为004型航母；也必然会有一款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，我暂且称之为005型航母。再来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2个核心指标——时间节点。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，在003型航母2022年下水，2024年服役的时间线基础上，要实现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时间紧迫。但美帝不会等我们，14-5需要同时开工3艘航母，而目前最成熟的是003型航母基础上改进的004型航母，大概率也是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，而江南造船厂也有可能会扩建或者利用现有大型船坞，同时开工建造2艘004型常规动力弹射航母。而核动力航母肯定也会有的，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交给大连造船厂。基于以上分析，14-5期间人民海军将会服役1艘003型航母，可能开工建造3艘航母，其中2艘常规动力，1艘核动力，这样就能保证3艘新建航母15-5期间全部下水服役，以较高的航母出勤率执行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维稳的任务，尽快完成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目标。未来10年2021到2030是中美大国竞争在西太平洋角力的关键期，高出勤率的常规动力航母更符合人民海军阶段性的任务，快速补
补充马上能用的先进航母才是关键。在航母目标建定型后，3个航母船坞同时开工建造，3航母齐发，能快速实现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目标，也拥有了实现2035年9艘航母服役的能力，同时具备了新兴大国2040年服役12艘航母的潜力。而在有幸见证我国赢得这场世纪竞争后，未来航母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，军迷们可能无所谓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